好，微大的各位伙伴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微大的产品啊，是我们的螺旋藻片。那螺旋藻呢，在我们的微大的养生体系当中呢，是属于补的这样的一个类型。那微大有着4个养生体系方法，分别叫通调补养。那补的意思呢，就是给我们身体去补充全面和均衡的营养。那在螺旋藻当中呢，就富含更加丰富的、全面的、均衡的营养，为我们的身体呢去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补充。那么营养呢，对于我们的生命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生命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需要的这种营养物质非常多，比如我们经常会提到的7大营养物质，像是水呀、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包括我们讲到维生素啊、膳食纤维等等等等。但是除了7大营养素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些活性成分，也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供给。那么在螺旋藻当中呢，就富含了丰富的人体的所需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物质。那么我们逐一的跟大家去说一下。首先先说第一个呢，叫蛋白质。蛋白质呢，也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一种营养，它占到我们细胞比重干重当中的80%，也就是我们把细胞当中的水去除掉80%的重量呢，都是由蛋白质所构成的。那么在螺旋藻当中的蛋白质的占比呢，能够占到60%到70%，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和我们日常食用的大豆对比的话，是大豆的2倍，是牛肉的3倍，是我们食用的鸡蛋的5倍。而且螺旋藻当中的蛋白质的吸收率也非常高，能够达到85%到95%。最主要的就是螺旋藻里面蛋白质氨基酸的结构和人体蛋白质的氨基酸结构是极其吻合的，就非常符合于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的这样的一个种类，能够给我们身体去提供最为基础的营养物质，就是蛋白的一个营养基础。但是除了蛋白的营养基础之外，在螺旋藻当中还富含丰富的，比如说一些微量元素包括一些比如维生素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E、维生素 B1维生素 B2B6、B12，还有一些叶酸其中还有一些我们讲到的叶绿素包括一些膳食纤维等等等等。那其中呢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呢，往往只有在肉类食物当中可能会相对更多一点，比如说维生素 B12是在肉类的食物当中才能够集中去摄取，所以很多的素食主义人群呢，长时间不食用肉类就会出现一个叫贫血问题，就是因为缺少维生素 B12所造成的。那么如果是这类型的人群素食主义的人群的话，可以通过补充螺旋藻，然后去解决和改善因为营养不均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去使我们达到一个更加均衡的这样一个营养状态。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关于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样的一个营养之外，那还有一个就是矿物质。在螺旋藻当中富含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矿物质元素，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钙铁、镁、硒、磷等等等等，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好的矿物质补充。因为矿物质的补充，我们必须要通过外界进行摄取。那还有一种营养物质呢，叫脂肪。那么在螺旋藻当中的脂肪营养和我们日常补充的脂肪是不太一样的。在日常补充的脂肪更多是从肉类摄取的这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的摄取过多呢，容易造成我们的血脂的过高，血液的粘稠度过高，那这个时候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问题。但是在螺旋藻当中的脂肪更多叫做不饱和脂肪酸，和日常的这种饱和脂肪酸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不饱和脂肪酸不仅仅不会升高血脂，还会起到辅助的降血脂和调节我们身体胆固醇的作用。那在螺旋藻当中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呢，主要是2种，一个呢叫亚油酸一个呢叫亚麻酸。那亚油酸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起到降血脂、降胆固醇的作用，而亚麻酸的主要作用呢，进入到身体呢会转换成 EPA 和 DHA。那 EPA 呢，也是主要是负责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血脂的作用。那 DHA 呢，能够活化我们的脑部神经能够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能力这样的一个作用，对于我们脑部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在螺旋藻除了这些基础的营养物质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元素比如我刚才提到的蛋白质。螺旋藻当中，其中还有10%到19%的一种特殊蛋白质，它是具有功能性的作用的我们叫做藻蓝蛋白。这种藻蓝蛋白不仅仅给我们能够提供蛋白营养，还能够去活化我们的细胞，让我们的免疫功能有所提升。那除此之外呢，在螺旋藻当中还富含丰富的藻多糖，也是主要去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的一个作用。所以呢，经常食用螺旋藻对于我们的免疫调节也是非常好的。那其中呢，螺旋藻当中还有一个成分呢，叫叶绿素。那其中主要的叶绿素呢叫叶绿素 A。那么在我们日常的这种绿色植物当中都是有叶绿素的，但是螺旋藻里面的叶绿素的含量呢，是我们陆地上植物的叶绿素含量的2倍，而且它的这种结构和它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利于我们人体吸收的，因为它是一种水溶性的，所以它的吸收效率也非常高。
那叶绿素 A 进入到我们身体呢，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一个排毒的一个作用，能够起到一定的造血的功能和机制的一个作用，能够起到养护我们肝脏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这是螺旋藻当中一些特殊的功能性成分给我们带来一个健康调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所以螺旋藻呢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21世纪最理想的食物啊！不仅仅它具有丰富的营养和均衡的营养，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和利用，而且和我们人体吸收的营养的所需的结构是非常吻合的。主要还有一个螺旋藻还能够起到更多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作用，比如刚才提到对血脂的一个调节啊，对于我们的免疫功能的调节啊，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抗疲劳的一些调节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我们的螺旋藻呢又有所不同啊，我们的螺旋藻呢又被誉为叫太空螺旋藻，因为我们的螺旋藻的藻种是通过我们中国的神舟8号啊这样的一个火箭送往太空进行过太空诱变的。那么诱变之后的藻种呢，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会更多啊，活性会更强，包括它的营养的种类呢也会更丰富，所以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个螺旋藻的一个补充。好，那今天呢，就是着重跟大家去分享了螺旋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健康作用和健康改善。好，谢谢大家。